魏无羡顺利踩完第二遍，逮着机会溜了。出门右转，在楼梯上找到了人，是个高中生，校服背后印着 LHW 副高，戴着耳机，身边放着一只鼓鼓囊囊的超大书包。魏无羡蹑手蹑脚过去，戳了戳。江澄一脸不耐烦道：“你又想搞什么？”魏无羡：“东西带了吗？”江澄：“带了。”魏无羡：“多少钱？”“你让我买这么多。”江澄四下看了看，压低声音道：“到底在搞什么鬼？”魏无羡：“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快点，多钱？”江澄：“我姐一会就来，票给我。我好不容易出来透个气，去上会网，你替我打一下好掩护，东西算送你的。”魏无羡上下乱瞄，哼哼狞笑道：“你傻不傻？想去网吧还穿什么校服？生怕别人不知道你高中生。”江澄：“我有什么办法？给你买东西折腾的没时间回家换衣服了好吗？你有外套吗？借我一件。”魏无羡整了整衣领，站起来摆了个潇洒的 pose， 道：“我得上台演出啊，你没看我穿的跟平时不一样吗？就一件，没有替换的。”江澄烦得要命，起来绕了2圈，道：“那咋办？我约了队友吃鸡，打不成好歹上去留个言。”魏无羡恍然大悟，道：“我有个办法，不过你还是得先帮我。”江澄：“啥？”魏无羡：“如此，这般。”江澄越听越嫌弃，眉头皱得死紧，撇着嘴道：“你怎么能想出这么恶心的办法？娘们兮兮的，这是追老婆还是追老公呢？你就说帮不帮吧。”魏无羡摸出寝室钥匙，在今晚高中生的面前晃来晃去。钥匙等于寝室等于免费 WiFi 和电脑。江澄死死盯着那把钥匙，到底经不住诱惑，不太情愿地道：“那追到嫂子，你可要请客呀。”“请。”魏无羡把钥匙和大包塞给江澄：“多少顿都请，不止请客，还介绍给你认识，这种行了吧？快去，记得看我微信行动啊。”江澄一咬牙道：“成，你等着。”说完便背起沉甸甸的书包往后山去了。魏无羡笑眯眯地挥手道：“拜拜哟，小学弟。”江澄顿时炸毛了，大骂：“滚蛋！”魏无羡大笑，转身回礼堂，迎面来的人白衣白袍，一身汉服，和梦中一帧情景不谋而合。他怔了一下，定了定神，总算确定脚下踩的是水泥而不是泥巴，身后是礼堂不是茅屋。但蓝忘机这身装扮太仙了，太神了，太适合了。短发全都被梳了起来，用一条长长的丝带挽在背后，越发衬得他面如冠玉，俊逸绝尘。魏无羡压力山大，肩膀都垮了，心道：怎么回事？汉服什么的款式不都差不多吗？怎么蓝忘机穿起来会这么好看？蓝忘机，那是……魏无羡心虚气短，道：没谁在，是个问路的。蓝忘机，进去，外面冷。不提醒还好，一提醒，魏无羡本来就没穿外套，打了个哆嗦，倒是更冷了，连忙跟着蓝忘机回礼堂。他一边被拽着走，一边心道：蓝忘机刚才是不是瞪了我一眼？演出开始了，江燕离被提前领到了第3排，和蓝忘机的大哥蓝曦臣，还有院领导家的小公子挨着坐，差不多是场内最好的位置。学姐租了演出用的阔袖袍，特地给蓝忘机配了一套白的，又为了演出效果，替魏无羡选了对比强烈的黑色。魏无羡穿了外袍，也不着急系腰带，张着手，像黑蝴蝶儿似的扑腾来倒腾去，收获一大堆神经病，喂幺蛾子。等社长从前台绕到后场，发了威，魏无羡才总算消停下来。快轮到合奏了，蓝忘机准时准点来抓人，在后场区等的间隙，又拿出湿巾给魏无羡擦汗。无论是心理年龄还是生理年龄，魏无羡都还嫩，心里藏不住东西，一想到待会的大事，心里直发毛，长了草似的不安宁，根本不敢静下来。但闹了这么一通，累了也有点喘，便乖乖的让蓝忘机一点点擦干净额头鼻尖上的汗，又拿出腰带给他系上。魏无羡摸了摸鼻子，道：待会，我是说演出结束后你有空吗？蓝忘机垂落的视线上台，看着他，道：怎么？魏无羡一慌，连忙撇开头，道：那结束后跟我去个地方呗。蓝忘机给他系好了腰带，又一点点把皱褶展平，道：
好啊。第一步，成功。灯灭了，场内外一片昏暗，魏无羡双目熠熠，一手持笛，笑着道：“我去了。”听到蓝忘机一声轻轻的回应，魏无羡就像领到了一枚护身符，心情飞扬，嘴角止不住向上翘。轻快的小调奏起，银白色的追光灯下，黑衣的少年唇角带笑，顾盼留情，蹦跳着来到舞台正中，笛曲也刚好落下最后一尾音节。少年凑近夹在笛子上的无限脉，朗声道：“各位好，我是神秘动物应用学研究1级01班的魏无羡，今天要和我的学长神博组的蓝忘机一同献上笛琴组曲招魂。”他说着冲台下抛了个媚眼，引来一阵惊叹和欢呼声。大眼一扫，被他吐槽过的披麻戴孝蓝忘机后援会也来了，举着灯牌横幅，还有白惨惨的荧光棒。又逢有人扯着嗓子起哄道：“不是琴笛组曲吗？”魏无羡哼道：“什么？呸！明明是笛琴合奏，笛子在前头，可不能反了。”他的这句话果然引来后援会一片嘘声，但其中竟也夹杂了零零散散的尖叫和呐喊，气氛十分热烈。魏无羡得意的道：“别急着反驳嘛，待会仔细听，听完了再来评评，到底是笛琴合奏还是琴笛合奏呗。”他又举起笛子，清亮而婉转的起音，气息极长，匀而不散，压住阵脚，场内静了下来，随即转调，挑高转轻。在笛声将散未散时，琴音随之加入。本来这个时候第二盏追光该亮起来，好照出蓝忘机的身影，可琴音已响过好几个音节，追光还是迟迟不亮。魏无羡毫不犹豫地走了过去，好在打在他身上的追光只是顿了一下，立刻反应过来，跟着他行动。他缓缓拉开了中目的幕布，带着追光灯的光华，照亮了蓝忘机面前的琴桌。皎洁玉润修长的手指撩拨着琴弦，银白色的光柱下，灯光同时照亮了一黑一白一双影，半遮半掩的幕布，白衣的公子垂目敛神，黑衣的少年笑靥含情。本该是剑拔弩张互相挑逗的斗曲，本该是隔江对峙的琴与笛，却在四目相对时的浅笑中，在眉目暗送间的默契中，生出了柔和而浪漫的绮丽。组曲终了，场下一片寂静，直到蓝忘机站起身，主动拉着魏无羡向场下鞠躬，才终于响起了雷动般的掌声，经久不息。蓝忘机在前面牵着，魏无羡故意落后半步，在后面跟着。这和魏无羡梦中的场景几乎完全重叠了。古装，他穿着黑，蓝忘机穿白色，那种奇妙的像是镌刻在骨血里的感觉又浮出水面，引发着一圈圈的涟漪与波动。魏无羡心痒的不行，下意识念了一句蓝湛。他的声音很轻，蓝湛这个名字他只在梦中听过，即便被蓝忘机听到了也没关系吧，反正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谁知交握的手背处被蓝忘机用拇指轻轻蹭了一下，又把他拉到并排，道：“我的妈，什么情况？这是回应了吗？我叫蓝湛。”蓝忘机说：“这是什么诡异的发展？是大型梦想成真的现场吗？”蓝忘机，他甚至和梦里的语气一模一样。